过去的一年，当世界各地面临通货膨胀压力，大多数人钞票缩水，需勒紧腰带过日子的同时，2023年高通胀下的怪现象，穷人雪上加霜，各地亿万富豪却大多数富上加富，变得更有钱。据英国卫报报道，在全球最富有的50人当中，只有12人在2023年蒙受亏损，其他的超级富豪财富不断增长。在世界500强中，有多达 77% 的富豪变得更加富有。这些人包括美国科技亿万富翁马斯克、伊朗马斯克和俄罗斯的大垄断资本家。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 显示，截至2023年12月30日，全球500位最富有的企业家年内总资产共增长了 1.5 万亿美元。先看看全球10位最富有的亿万富豪排名。第10，沃伦·巴菲特 Warren Buffett， 总资产1200亿美元，去年增加了123亿美元。今年94岁的股神巴菲特，1930年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，是著名投资家、企业家及慈善家，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者。巴菲特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最大股东、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，曾在2008年全球富豪排名第一，2017年第二。由于投资股票的眼光独到又奇特，信奉价值投资法，投资哪种产业，那种产业就会走红。第9，谢尔盖布林 Sergey Brin， 资产1200亿美元，增加了406亿美元。1973年出生于前苏联的美国籍犹太裔电脑科学家与企业家，今年51岁，与拉里·佩奇合作建立以搜索引擎和在线广告技术闻名。世界最大的网络公司 Google。2009年，福布斯杂志把谢尔盖和拉里共同列入影响世界的重要人物第5名。在其他事业上，他的名气可能超越他对 Google 的贡献。他和拉里·佩奇借由 Google 的慈善机构 Google.org 互联网档案馆，企图解决世界的能源和气候等问题，并投资可替代能源技术的发展，以寻求更广泛的可再生能源。第8，拉里·埃里森 Larry Ellison， 资产1230亿美元，增加了311亿美元。194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，80岁，是甲骨文公司联合创始人之一。特斯拉公司独立董事，甲骨文公司于1977年创立，埃里森担任 CEO。2014年卸任，留任执行董事长兼首席技术官。第7，拉里·佩奇 Larry Page，拥有资产1260亿美元，增加了435亿美元。1973年生，51岁，美国电脑科学家和互联网企业家，于1998年与谢尔盖布林成立 Google 公司。2019年美国400富豪榜排名第6。佩奇是 Google 搜索排名算法 PageRank 的发明者。2004年获得马可尼奖。第6，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，也是最大赢家之一，资产1280亿美元，增加了825亿美元。Meta 的价值在1年内飙升 172%， 这名脸书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首席执行官，财富猛增了 184%， 从450亿美元增至1280亿美元。扎克伯格1984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，现年40岁 ，Facebook 创始人。Meta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，也是一名软件设计师。Facebook 是由他和哈佛大学的3名同学于2004年共同创立，被誉为 Facebook 教主。排名第5的微软公司前 CEO 史蒂夫·鲍尔默 Steve Ballmer， 资产1310亿美元，增加了450亿美元。生于1956年，68岁，美国商人。是现任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洛杉矶快艇队的拥有者。他在福布斯2020年美国前400大富豪排名榜排名第6。第4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Bill Gates， 资产1410亿美元，增加了315亿美元。比尔盖茨1955年生，69岁，是美国著名资本家、投资者、软件工程师、慈善家。他与保罗·艾伦一起创建微软公司，曾任微软董事长、CEO 和首席软件设计师，并持有公司超过 8% 的普通股，是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。
1995年到2007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，盖茨曾经连续13年蝉联世界首富。2008年6月离开微软公司，并把580亿美元个人公司财产捐到比尔及梅琳达·盖茨基金会。亚马逊创始人杰夫·贝佐斯 （Jeff Bezos） 凭借1770亿美元的净资产位列第三。杰夫·贝佐斯1964年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，60岁，美国互联网巨头亚马逊公司创始人及现任董事长，华盛顿邮报大股东之一。1999年度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，2019年登上全球富豪榜榜首。2020年9月2日，其个人财富为历史最高值，达到2123亿美元。2021年7月20日，首次飞往外太空，比维珍集团创始人、英国亿万富翁理查德·布兰森迟了9天。在10大富豪中，只有法国的阿尔诺 Bernard Arnault 是唯一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有钱人，他是奢侈品巨头 LVMH 的董事长，净资产达1790亿美元，得益于 LVMH。路威闵轩集团的表现，财富增长了170亿美元。看看喜欢名牌包包的女士们为这位富豪做了多大的贡献。据彭博社整理的追踪全球500名亿万富翁财富的每日数据，马斯克 Elon Musk 以2290亿美元的净资产位居榜首，重新成为世界首富。马斯克在 X 平台所持股份的价格暴跌超过一半，但他的特斯拉公司的股价却大涨1倍多，市值多达8160亿美元。身为最大股东的马斯克，整体财富增加了近920亿美元，比第二名阿尔诺高出500亿美元，也比非洲一些国家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要多。以上这10位全球最富有的超级大亨，除了奢侈品巨头阿尔诺，贝佐斯的亚马逊是跨国电子商务企业，其他8人全是科技业巨头。亿万富翁榜以美国人为主，前500名亿万富翁中有189名美国人，中国有52人，英国有17人。戴森 James Dyson 是英国最富有的人，在全球排名第95位，财富增加50亿美元，达199亿美元。印度尼西亚富商彭云鹏 Prajogo Pangestu 大笔投资地热能源，获得超高回报，个人财富激增约7倍，以315亿美元跻身全球亿万富翁前50名。越打仗越有钱。一个怪异的现象是，俄乌战争是导致能源与粮食危机的祸首之一。因这场战争而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富豪却变得更加富有。英美和欧盟实施的制裁究竟有效吗？这些财富增加的富豪包括镍矿大亨波塔宁 Vladimir Potanin， 个人财富增加近20亿美元，达到306亿美元。电信巨头乌斯马诺夫 Alisher Usmanov， 财富增加约18亿美元，达203亿美元。以及实业家莫达绍夫 Alexei Mordashov，资产增加13亿美元，达到200亿美元。有人大赚钱，就有人亏钱。印度富豪阿达尼 Gautam Adani 的财富减少360亿美元，降至843亿美元。因为去年初，一份卖空机构报告指阿达尼集团操纵股票、财务造假及债务过高，导致阿达尼集团的股票市值大跌。阿达尼集团否认了这些指控。从2023年的通胀怪现象，穷人雪上加霜，富人富上更富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也许该思考怎样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了。也许你有好的建议，请踊跃留言。好了，这一期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请点赞、分享、订阅，下期再会。